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我和婆婆关系非常不好，主要是我头胎生的是女儿。当时我刚被推出产房，就听到婆婆很嫌弃地说生了个赔钱货，她正眼都没瞧过孩子一眼，丢了句早点生个带把的，当晚就回老家了。前几年带着女儿回老家过年，甜甜稍微吵闹点儿，她就横眉冷脸的训斥和咒骂，以至于甜甜见到她或者听到她的声音，都有了应激的恐惧反应。如今5年过去了，女儿也上了幼儿园，我在老公和亲友的劝说下，年初刚怀上了2胎。原本我想请个家政阿姨，但老公却一声不吭地把婆婆接来了，让我措手不及。我抱着女儿回到主卧，给老公打电话，把他臭骂一顿：怎么把你妈接来了？老公的话说得轻飘飘，道：那是咱妈，她要来，我还能赶走吗？你别小题大做了。我有些无奈道：甜甜刚进门看到她坐在沙发上，都吓哭了。你还觉得是我小题大做吗？那还不是你惯的，小丫头才不和我妈亲近。我听完她的话，顿时气得胸疼，直接把电话挂了。当天晚上，我挺着肚子在厨房烧菜，甜甜一刻不离地牵着我的衣角，就在厨房里打转。她连最喜欢看的动画片都不敢回客厅去看。餐桌上，婆婆葛秀兰才尝了一口西湖牛肉羹，就呸呸呸地吐了出来。孙佳怡，你是要害死我呀？这汤怎么这么甜？你不知道我有糖尿病啊？诚心的吧？她将汤勺猛地甩到汤碗里，对着我怒目发飙。我也吓到了，但还没等我回神过来，女儿甜甜就哇地哭了起来。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你个赔钱货号什么丧？我急忙搂着女儿，安抚她的情绪，才发现女儿的手臂被热汤溅到，红彤彤的一片。我也没心思和婆婆争吵，急忙抱着甜甜到卫生间用冷水冲洗。好，就只要哭，再哭我把你丢垃圾堆里埋了，没用的废物。客厅里依旧传来葛秀兰的咒骂声，止不住地朝我耳朵里灌，养得再贵也是赔钱货。我是瞎眼了，怎么就让你们俩破烂货进了门？可怜我老秦家4代单传的香火，就要毁在你们这2坨烂肉里了。甜甜搂着我的脖子，战战兢兢的，连哭声都憋回去了。看着女儿担惊受怕的恐慌眼神，我感到极度愤怒。我抱着女儿站在卫生间门口，看着边咒骂边大口夹筷子吃菜的婆婆。汤里就是放了点洋葱去腥，煮熟了带有点甜味。您不爱吃就别吃，没必要吹眉毛瞪眼的吓唬孩子。她是您孙女，也是老秦家的女儿，不是您仇人。葛秀兰愣了片刻，马上啪的一声将筷子拍在了桌面上。你说什么？你还敢顶嘴？你这个生不出儿子的贱逼，还敢给我甩脸色？看我不抽死你！正当他要冲过来，老公打了视频电话过来，我气急败坏地接通视频，对着镜头跟老公喊：秦疏远，这就是你妈？你看看你妈还要打死我们！我将手机转过去，就想让老公看清楚葛秀兰那副狰狞的嘴脸。葛秀兰刹那间如川剧变脸，一把抢过我的手机，那张松弛的老脸皮变成8字哭相，鱼泡眼里挤出眼泪，嘴角歪着流着口水。儿啊，我的心肝啊，娘被他们欺负的心里委屈呀！你不在家，他们还要赶我走。儿啊，娘得了糖尿病，他还故意在汤里放糖，要谋杀娘啊！晚上我和婆婆闹得心里堵得慌，一宿没睡好。早上迷迷糊糊的起床送女儿去幼儿园，等我回来，餐桌上昨晚的残羹冷盘都还没收拾，早餐更没影子。我瞧了眼次卧房门，
也不知道老太太大是早出去锻炼了，还是猫在房间里。我不想留在家里，就约了闺蜜逛街，直到幼儿园快放学，我才赶着去接女儿甜甜。妈妈，我能不回家吗？甜甜搂着我，脸上带着犹豫与慌张。我轻声细语地安慰甜甜：怎么了，甜甜？你是想去哪儿玩吗？奶奶在家。我怕。听着女儿的话，我的心顿时揪着生疼。我亲了女儿脸蛋一口，立马说道：那我们就先不回家，妈妈带你去游乐园玩。为了照顾女儿的情绪，我带她到商场、游乐场，晚饭也是在商场吃过，直到8点多才回家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当我们站在家门口，却进不了家门。无论我怎么拧钥匙，锁孔都插不进去。我给物业打电话，等了一会儿，物业派了一个值班的保安过来。哦，你家呀？值班保安似乎知道什么，脸上带着奇怪的表情。下午的时候，你家老人跟物业说钥匙丢了，秦先生专门打电话让物业找开锁师傅换门锁了。你不会又把钥匙弄丢了吧？我家老人钥匙丢了，换了门锁，这几个词汇砸向我，顿时让我明白了，原来葛秀兰这个老太婆又作妖了。等着保安走后，气得我踹着房门，喊着让葛秀兰开门，喊了7、8分钟，屋里就是没有一点动静。我给秦书远打电话，却没人接听，发信息也没回，气得我带着女儿在小区附近酒店开了间房。第二天，我接到秦书远的电话，催我回家。他见到我和甜甜后，抱怨道：我刚出差，你们就闹得不可开交，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？听着秦书远责备的话，我心头冒起一股无名火。你见过哪个当婆婆的把自己孙女、自己儿媳妇赶出家门，锁在门外的？秦书远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斥喝道：我妈说了，出门遛弯的时候把钥匙丢了，你也是，挺着个肚子还去外面溜达，他又没有你电话，找不到你，不找开锁师傅换锁，你让他一个老人家去哪里？家里要是进贼了又怎么办？我气得咋呼呼的，没想到葛秀兰竟然倒打一耙，我的情绪顿时点燃了，有点口不择言。他是聋了还是瘫了？昨晚我敲了那么久的门都不开门。秦书远眉头一皱，指着我骂道：不可理喻，孙佳怡，你简直就是毒舌泼妇！我毒舌，我泼妇！我正要回怼，却听到女儿的哭腔：爸爸妈妈，你们别吵架了。我又急忙安抚甜甜的情绪，不再搭理秦书远。刚推开家门，我就看到葛秀兰坐在行李包上抹眼泪。妈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秦书远急忙扑过去，拉住葛秀兰的胳膊。葛秀兰干嚎着哭了2嗓子，都是娘不好，娘的错，惹得你们吵架了，让你们烦心了。娘想明白了，只要儿子你过得好，娘就算在乡下孤独老死，也对得起你爸，对得起老秦家列祖列宗了。他拉着秦书远的手，妈撒着：就是娘呀，临走前还要再嘱托你一句话，儿啊，你可是老秦家4代单传的独苗苗啊，老秦家可不能在你手上断了香火。葛秀兰余抛眼里泛着泪花，起身将屁股下的包袱拎起来，就要出门。妈，秦书远急忙拦下来，抱着葛秀兰的胳膊，朝着我却怒吼：孙佳怡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非得逼着我妈向你磕头认错？老儿不死是为贼。葛秀兰这招以退为进，真的是眼绝了。我冷眼看着葛秀兰的表演，不想再和她纠缠。她要走还是要留？随她去吧。我不搭理秦书远，抱着甜甜回了主卧。昨晚和女儿在酒店住了一晚，我都还没帮她洗澡换衣服。等我拿着换洗衣服，抱着甜甜去卫生间洗漱，客厅已经不见
葛秀兰了。次卧的门关着，就听到葛秀兰和秦书远2个人用方言嘀嘀咕咕地说着话。我虽然不会说他们当地方言，但和秦书远结婚7、8年，也能听懂一些词汇意思。就听着葛秀兰说什么面相、八字、算命、孙子这些，我暗自吐槽，这个老妖婆迷信又猖狂。接下来几天，我和葛秀兰各自都没好脸色，甜甜也不敢和葛秀兰单独相处，每晚都要和我睡觉才安心。怀孕20周，秦书远开着车带着我去医院做唐氏筛查和常规血检，只是葛秀兰竟然也要跟着同行，让我觉得心烦无比。在采血大厅抽完血，秦书远殷勤地拿着棉签帮我按压针眼，他笨手笨脚的，压着针眼还出血了不少，棉签都被血染红了。我气得打了他胳膊，推开他，转身跟护士借了根棉签，自己按压着。等着我转过身，却看到葛秀兰颠簸颠簸地跑远，顺着扶梯下去了。你妈干什么去了？我疑惑地问了句。秦书远脸上闪过一丝窘迫和尴尬。哦，我妈有点肚子不舒服，去卫生间了。我也没有多想。孕检项目还有好几项，我也懒得去管葛秀兰。秦书远陪着我进了 B 超检查室，医生拿着 B 超探头一边扫描，一边解说着胎儿的器官和部位。我盯着对面墙壁上的显示屏幕，里面正播放着胎儿的状况。尽管这是我第2次怀孕，但看到孩子在体内，依旧感觉到很神奇，很奇妙。胎儿发育一切正常，妈妈要保持好心情，这样胎儿也会更健康。医生收起探头，递给我几张医用纸，擦拭肚子上的润滑剂。医生，你看我们孩子这样，他以后很调皮还是很文静？坐在旁边的秦书远突然开口问了一句，我有些诧异，还没琢磨明白，就听到医生说，健康对孩子最重要。我看了眼秦书远，又看了看医生，没有吭声。自从唐筛检查后，秦书远连着好几天神色不对劲，我以为他工作上碰到什么难处了，问了他，他又说没事。周4我送完甜甜去幼儿园，10点多接到我妈电话，说我爸病情恶化，住院了。我是家里的独生女，结婚后和爸妈也没在同一个城市生活。挂掉电话后，我赶往高铁站，坐了2个小时才回到老家，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医院。到了医院，看见躺在病床上的老爸，我就心酸流泪了。老爸年轻那会儿太拼，在我结婚后查出慢性胃炎，这几年我妈一直在家照顾他，调理身体。慢性胃炎虽然癌变概率小，但如果进一步发展为萎缩性胃炎，那概率就很大了。幸好只是虚惊一场，医生严重嘱托，让老爸戒烟、戒酒，在留院观察2、3天就可以出院。知道老爸没事，我又想起甜甜，又急忙给秦书远打电话，让他去接女儿放学。晚上7点多，秦书远发来视频电话，我接通后就看到甜甜小脸委屈地出现在屏幕里。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我看着甜甜掉着眼泪，心里也不好受。甜甜乖，外公生病了，妈妈在这边照顾外公，你要听爸爸的话，好吗？看着委屈巴巴的女儿，我顿时想飞回去，搂着女儿安慰她。爸爸呢？我没看到秦书远，也没听到他的声音。甜甜小心翼翼地看了眼屏幕外，轻声道：妈妈，爸爸和奶奶在小房间里说话，你把爸爸喊过来。妈妈让爸爸明天带你来外婆家住2天，好吗？甜甜顿时露出笑脸，道：真的吗？爸爸爸爸。隔着屏幕看着晃动的画面，我就猜到甜甜举着手机跑去找秦书远。视频画面闪过，
我看到葛秀兰那张阴洁的老脸，还有秦书远略带阴沉的目光。我没想太多，对着秦书远说道：“书远，我爸这2天住院，我先不回去了。明天幼儿园放假，你开车送甜甜到我妈这边住2天。我爸妈也挺想念孙女的。”我看着秦书远的表情，神情似乎压抑着怒气，脸色涨红。还有事吗？没事挂了。秦书远的态度清冷而毫无感情，这让我感到有些不舒服。我还想和甜甜多聊几句，他就把视频挂了。等我再回拨过去，又是没人接听。周五下午，我给秦书远打电话，一直没人接听。不得已，我又给幼儿园老师发语音过去：“甜甜妈妈，今天甜甜请假没来幼儿园，你不知道吗？”听着老师发来的语音，我心神有些不宁。昨晚说的好好的，甜甜放学后送来我爸妈这边，怎么突然请假了？我有点慌了，又不敢跟我妈说实情，就谎称周末要去孕检，先回去一趟。等我赶着高铁回到家里，没有看到秦书远，甜甜也不在，葛秀兰也不见了，这一大家子的人都不在，电话还联系不上，我心急如焚。我立马想去秦书远的公司找他。这段时间他总是心神恍惚，或许工作不顺，带着甜甜去公司加班了。我在小区门口等网约车，扫了眼附近跳广场舞的人群，突然觉得有个身影很像葛秀兰。我快步地走过去，定神一看，还真是她。妈，甜甜呢？我冲进去，焦急地拉着她的手。干什么干什么？葛秀兰看到是我拉着她，顿时脸拉得老长。我顾不得她的恶劣态度，再次问道：“甜甜呢？”广场上灯光灰暗，我似乎看到她的脸色有些慌张神态，但又很快地隐藏起来。她眼神中冒出一丝恨意，斥喝道：“有其母必有其女，都是烂人，贱货！好心抱她去洗澡，竟然不听话还咬我，养条狗还会摇头晃脑讨人喜欢，简直是白眼狼！那个贱丫头，昨晚闹得厉害，自己不小心磕到了，我儿子已经送医院去了。”听着葛秀兰谩骂的话，还有甜甜受伤的消息，心中的焦虑与怒火冲上脑门，我气得直接扇了他一巴掌。“你说什么？”我掐着他的胳膊，赤红着眼吼道：“他怎么受伤了？为什么会受伤？去什么医院了？”葛秀兰被我打了一巴掌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旋即身体瘫坐在地上，哭丧着脸嚎嚎大叫：“哎呀呀呀！大家来看看呐，这就是我的儿媳妇啊！我好心帮她带孩子，辛辛苦苦的不求回报，她就这样欺负我呀！打我巴掌要掐死我呀！我这个当婆婆的，恨不得掏出心窝子来伺候他们。她还不满意，围观的人越多，她说着越起劲儿了，又拍着自己大腿嗷嗷的叫：“哎呀呀！老天没眼呐！老头子死得早，我一把屎一把尿的，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，只是没想到这个女人太恶毒了，抢了我的儿子不说，还要我继续给她当牛做马，我命苦啊！老天爷不开眼啊！还不如让我喝了农药死了算了，省得被这女人折磨死了。”儿子左右为难，葛秀兰也就这3板斧了，污蔑、谩骂和撒泼，但就是这种不要脸的做法，让我屡屡招架不住。围观的人群不知真相，但看向我的目光却充满谴责与厌恶，让我觉得如芒在背。这个时候，网约车司机打来电话，我急忙推开人群，赶紧上车去找甜甜。坐上网约车后，我一直给秦书远打电话，终于打通了。我直接问甜甜在什么医院、几楼、几号病房。他或许知道瞒不住了，也没有撒谎，就告诉了我甜甜所在的病房号。等我赶到医院，找到病房，秦书远不在，
只有一个护士在例行查房。我看到甜甜头上缠着白纱布，躺在病床上睡觉，眼角的泪痕还清晰可见。我看着就心疼，但甜甜具体是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，只好拦下查房的护士询问：“你是孩子妈妈？”护士看了眼甜甜，随后对着我有些不耐烦：“你们家长怎么照顾孩子的？孩子头上撞了那么大口子，都缝了20多针。”我哑口无言，只是更加心疼。孩子手术后状态还行，但可能伴随轻微的脑震荡，还需要进一步留院观察。心情犹如晴天霹雳。我坐在甜甜身边，握着甜甜的手，整个人都发抖。心肝宝贝，妈妈对不起你，让你受伤了，没有照顾好甜甜。我内心无比自责。半个小时后，秦书远慢悠悠地走进病房。我看到他进来，怒气冲了上来，对着他就扇了个巴掌。他整个人懵着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暴力。我低声地吼道：“秦书远，甜甜到底怎么受的伤？”我才离开一会儿，甜甜就受伤了，脑袋都缝了20多针。你是怎么当爸爸的？你还让他一个人待在病房，自己跑出去不见人影，你还是男人吗？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吗？秦书远被我训斥的脸上涨红，目光中透着惊慌。他就是不愿意洗澡，自己跑来躲去的，摔倒磕到了。我恶狠狠地指着他，还想训他一顿，但是护士却喊道：“这里是病房，你们要吵架出去，我还要去公司加班，先走了。”我看着秦书远逃跑的身影，第一次对自己选择这个男人感到悔恨。这大半年以来，秦书远的变化我是看在眼里的，尤其是年初我怀孕后，他出差次数多了，回家也常常精神恍惚。我不知道发生什么，或者葛秀兰给他灌了什么迷糊汤。葛秀兰来了不到半个月，他连自己女儿受伤缝针住院的事都瞒着我，面对我的指责还是这样混不在意的态度，让我太心寒了。这一整天，我担惊受怕又匆匆忙忙，整个人累得不行。守在甜甜的病床边，我趴着就眯了一会儿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迷迷糊糊地听到走廊有人聊天的声音。哎，这世道到底是坏人变老了，还是老人变坏了？是啊，难怪现在都不敢扶老人，要不是有摄像头作证，那个小伙子就要被讹上了。那家人看着也不缺钱，竟然还要讹救人的小伙子，真是没良心了。社会上没良心缺德的事儿太多了。算了，我听着对话醒来过来，看了眼门外，两个穿着小护士走过，估计他们聊的是某个小伙搀扶老人被讹上了，然后摄像头还了清白的事儿。摄像头，突然这个词让我醒神起来。当初甜甜刚满月，我全职在家带娃和做家务，但偶尔要下楼丢垃圾或买菜，于是买了个自带128G 存储卡的摄像头，装在客厅的一角落。这事儿秦书远也不知道，刚开始挺好用的，每次甜甜睡着后，我就把它放在客厅，出门后就通过手机 App 查看。但后来甜甜一天天地长大，到现在上幼儿园，这件事儿我也忘记了。前2年我的手机也换过一个了，不知道摄像头还能不能连接，我就立马从手机应用市场重新下载啊，通过手机号码登录账户，竟然重新连接上了。惊喜之余，我点开摄像头查看监控画面，顿时愣住了。秦书远不是说要去公司加班吗？怎么在家？我从包里拿出蓝牙耳机，连上手机后，点开声音，秦书远和葛秀兰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我的耳中。然而他们的谈话却令我不寒而栗，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儿子啊，你可是4代单传的独苗苗啊，老秦家可不能在你手上断了香火。
我早就和你说过，孙佳怡这个贱人，身子瘦，屁股小，生不出儿子，你非要娶她。葛秀兰说到我的时候，表情狰狞而怨恨。娘是过来人，也没多少年头可以活了，你还是抓紧和他离婚，马上就离，让他带着他生出来的那个小贱货滚出我们老秦家。你再帮我生个大胖孙子，我还能帮你再带几年，也让我享受享受天伦之乐。妈，秦书远脸上有些犹豫，是不是再重新测试下？万一他们检测的不准，是假的呢？葛秀兰挥舞着手，斩钉截铁道：“人家机构是专业的，怎么会错呢？”说完，他那老脸冒着红油一般，满脸兴奋。再说了，你认识的那个女老板，不是已经怀孕了吗？妈都找人算过了，女老板那肚子里一准儿是个男孩。儿子，听娘的劝，趁机和孙佳怡这个贱货离婚了，将她扫地出门。你也可以明媒正娶了那个女老板，我也能抱上大孙子。我是你亲妈，还能害了你？秦书远继续说着什么，甚至脸上是什么表情，我都没有再听进去了。我感觉这摄像头画面像恶魔一般令人憎恶，急忙强退出啊！我觉得自己的世界彻底的崩溃了，脑子里乱哄哄的想，整个人的心神一直在下沉，像是要一直沉到地狱里去。以前联系不上秦书远的时候，我也曾怀疑他在外面有事，但我更愿意相信，那是因为他在工作上不顺心，一直千方百计帮他找借口、找理由。直到此刻，通过摄像头，亲耳听到葛秀兰和秦书远俩母子的对话，我才真的幡然醒悟，原来最近秦书远工作很忙，心神恍惚，都是假象。他是忙着照顾外面的小三，不顾家了。当初明明是他主动追的我，主动说会爱我一辈子，不会背叛我。为了他，我辞去了高薪的工作，全心全意地辅助他，在家当个全职妈妈，带着孩子干家务。虽然我和葛秀兰有冲突，但也生怕让他为难，自己受气了也咽在肚子里自己受着。没想到我冒着风险为他怀上二胎，却换来这样的背叛和残害。我对秦书远说的甜甜自己摔倒磕伤，也开始抱有怀疑。我忍着心中的痛，再次打开查找存储卡里的视频。我买的这个摄像头功能挺好的，能保留最近30天的摄像内容。甜甜是在家受的伤，如果真的有猫腻，那肯定会被拍摄下来。我在回看功能里翻到昨天视频，快进到昨晚甜甜和我通完视频后的时间。我忍着要爆发的脾气，看着画面，恨不能拿着刀杀了那对畜生。昨天挂掉视频后没多久，葛秀兰骂骂咧咧地拖拽着甜甜从次卧拉到客厅，甜甜哭哭啼啼的不肯。葛秀兰又是一阵污言碎语的谩骂，甜甜一直喊着爸爸救命，妈妈救命，但秦书远就是不出现。葛秀兰拖拽着甜甜，如同扯着破布在拖地。甜甜挣扎着爬起身扑在葛秀兰身上，冲着她的手背咬了口。没想到葛秀兰大巴掌抽在甜甜脑袋上，甜甜整个人站立不稳，脑袋撞向客厅电视机的桌角上，脑袋上顿时冒出涓涓鲜血，浸染了她半张小脸。当场，甜甜便倒在地上抽搐起来了。直到这个时候，葛秀兰还在辱骂甜甜，说孩子装疯卖傻，贱货。她甚至走到甜甜身边，用脚踢了踢甜甜，发现甜甜没有动静，她这才慌了，喊出秦书远，让秦书远抱着甜甜送去医院。畜生，这两个畜生！后面的内容我再也看不下去了，我整个人气得发抖。他们这是在谋杀我的女儿！我恨不能现在就冲回家，将他们这对母子杀了。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甜甜，我的心如刀割。
虎毒尚且不食子，秦书远，你连自己亲生女儿都不肯救，你的心太狠毒了。我想了很久很久，最终决定我要报警。明天等主治医生来了，我就找主治医师要甜甜所有的就诊记录。我要把甜甜的就诊记录和视频作为证据向派出所报案。我要让葛秀兰受到应有的惩罚。至于秦书远，我已经对他没有任何情分，离婚也必须让他净身出户。半夜，甜甜突然被吓醒，看到我已经在身边了，她特别开心，哭中带笑地说：“妈妈真好，妈妈在就会保护我。”听着甜甜的这句话，我觉得自己被巨大的愧疚感包围，感到窒息。我哄着女儿入睡，看着女儿变得安静、祥和的脸蛋，我越加坚定自己的决定。次日，秦书远和葛秀兰都没有来医院。我请来闺蜜临时来医院照顾甜甜，拿着主治医师开具的诊断记录，拷贝了一份葛秀兰殴打甜甜的视频，到街道派出所报案。身为甜甜的母亲，合法合理的监护人，我有权对任何伤害自己女儿的人，哪怕那个人是她的直系亲属，是她的亲奶奶，我都要让她接受应有的惩罚。当我带着2个民警回到家中，正好看到葛秀兰在将什么东西丢进黑色垃圾袋。我打量了一眼，大号垃圾袋里装的都是我贴在家里的家庭照片。我冷哼一声，对着民警道：“她就是葛秀兰，是故意伤害我女儿的凶手。我没有，我不是，冤枉人呐！”葛秀兰大声地嚎叫着，她又指着我，侮辱谩骂，方言夹着脏话，那脸部表情似乎要吞了我。你这个贱逼还冤枉我！同志，这个贱逼在污蔑我，你们要把他抓起来呀！民警可能看着他上了年纪，一开始还是劝诫训话为主，葛秀兰却听不进去，甚至还觉得民警不敢对他怎么样。我和民警就看着他跑进厨房，出来的时候手中就拿着把菜刀要砍我。这下民警淡定不下去了，2个人冲了过去，直接将他按压在地板上，上了手铐。孙佳怡，你要干什么？这时，秦书远从门外进来，看到葛秀兰被2个民警压制在地板上，神色巨变。秦书远，你这个畜生，虎毒不食子，甜甜受伤就是因为你的纵容。我以为自己看到秦书远时，能心平气和地直接提离婚，但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情绪，直接扑过去要扇他耳光。孙佳怡，你个贱货！甜甜那个丫头不是我妈打的，都和你说了，那是意外，是那丫头自己不听话。我妈要带她去洗澡，她不愿意，自己撞到桌角的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是疯了吗？秦书远还在撒谎，还在掩盖真相。秦书远说完后，转向2个民警，道：“民警同志，我妈有糖尿病，心脏也不是很好。你们这样对待老人，合理吗？”一个年轻警察义正辞严道：“这位同志，刚才你母亲持刀企图危害孙女士，我们采取的是正当手段，请你不要妨碍公务。”听完民警的话，此刻秦书远像激怒的狮子，对我咆哮：“孙佳怡，又是你！我妈果然没说错，你就是个祸水，我千不该万不该，当初就不应该娶你。”我突然对秦书远感到有些可悲，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报警，甚至都不知道我掌握了他们所有的阴谋。孙佳怡，我求求你了，能不能别折腾我妈了？我们老秦家经不起折腾了。我直接吼道：“不行！当他殴打我女儿的时候，当你袖手旁观的时候，当你勾结你母亲想要陷害我的时候，我早就心死了，不把你们这对畜生绳之于法。”这口气我咽不下去，我哈哈哈大笑着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
你们以为那点儿阴谋诡计能打败我吗？我指着自己当初安装摄像头的角落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们一切阴谋诡计都被我一帧一帧地录下来了。秦书远顺着我的手指方向，终于看到隐藏在客厅空调顶上的那个摄像头。他整个人瘫跪在地上，目光无神地看着葛秀兰。葛秀兰听完我的话，看着秦书远，又看向摄像头，那张老橘皮的脸上泛着狰狞。你要断我们老秦家的根，我和你拼了！我住院了，和甜甜是同一所医院。葛秀兰趁着民警放松，戴着手铐冲向我，当场我就被她撞到肚子，跌倒在门口。一阵剧痛后，我的下身流出鲜血。民警慌忙将葛秀兰重新制服，然后呼叫救护车将我送到医院。我的2胎孩子流产了，我妈最终还是知道消息，在我爸出院后就赶过来照顾我和甜甜。房子是我买的，但我妈不敢带甜甜回去住，她生怕葛秀兰太恶毒，在家中厨具碗筷等涂抹毒药，会不小心中招。住院期间，我一直在思考，秦书远到底是怎么了？秦书远幼年丧父，家境也贫寒，是葛秀兰当娘又当爹的拽着培养出来的。他从小对葛秀兰很孝顺，也很听话，说是妈宝男也不足为过。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之所以对葛秀兰忍着让着，就是不想他夹在中间难做人。秦书远也经常劝我不要和乡下小老太计较，为人子女不孝顺还是人嘛，这样的话也确实让我很难对葛秀兰恶言相向或者不相往来。只是我成全了他的孝顺，照顾了他的立场，没想到如今变成这样。休养期间，闲着无事就重新翻看摄像头里的回看视频，从葛秀兰来到我们家开始看，看着看着，我终于发现问题了。原来一切的阴谋诡计就那么堂而皇之地发生在客厅里。当初秦书远带着葛秀兰与我一起去医院做唐筛，在我抽血之后，秦书远配合葛秀兰将我染血的棉签藏了起来，然后葛秀兰找了一个黑心机构，通过我的血液化验鉴定2胎的性别是女孩。正是这个鉴定结果成为压倒秦书远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他彻底的倒向葛秀兰，成了伤害甜甜的帮凶。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背叛了我，在外面找了小三。当我出院后，我带着甜甜回了老家。过了几天，满脸憔悴的秦书远主动地找上门来，他跪在我家门口求我能出具谅解书，如果没有谅解书，葛秀兰可能会按故意伤害罪判处7年左右的有期徒刑。我看着他，想起10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的场景，那个意气风发、无比自信和张扬的秦书远，似乎从这个人的身上消失了，剩下的只剩下无尽的黑暗与阴结。我没有对他恶语相向，只是递给他1式2份的离婚协议书。我的意思很明确，向他要谅解书，那就同意离婚协议条款。条款内容主要有3条：一是秦书远自愿放弃甜甜的抚养权；2是同意甜甜改姓；3是自愿净身出户。秦书远拿着离婚协议书，沉默了良久，最后在签名处签名和按手印了。我也按照司法要求手写了一份谅解书。半个月后，律师给我带来审判结果，葛秀兰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。有人说，婚姻是女人的第2次投胎，或许我的投胎技术真的不幸，投错了胎，导致生不如死。但值得庆幸的是，我及时的迷途知返了。这世界对女人的恶意太多了，但我庆幸自己醒悟的还早。我不仅脱离了秦书远，更是让葛秀兰这个恶魔婆婆接受了应得的惩罚。虽然我名义上的家散了，
但我更自由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将全力保护女儿，让甜甜再也不用遭受任何人的欺辱。我要带着她开始新的生活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喝醉了坐高铁遇见一群兵哥哥，我上去抱着他们领导的胳膊哭。国家到底啥时候才给我发对象啊？领导随手一指，陈怀，初恋。据说当了3次伴娘的人嫁不出去。呵呵，这是我当第9次伴娘了。年纪越大，周围朋友们可供选择的未婚女性越少。大学室友一脸欣慰地拍我的肩膀，幸好有你呀，小夏，你现在也算功德圆满。我们寝室7个人都是你当的伴娘，什么时候把自己嫁出去？我也想啊，首先我得有一个男人。学生时代我妈哄我，只要好好学习，以后长大了国家就会给我发对象。结果一直到我硕士毕业，我妈突然问我，你咋也不谈个恋爱呀？我满脸迷茫，我等着你给我介绍啊，不是说国家会发吗？我妈用看智障的眼神看着我，转头无奈地对我爸说，完蛋，叫傻了，得赔在手里。我妈一语成谶，一直到我30岁了，我愣是没找着合适的对象。看着昔日的同学好友成双成对，我满心酸楚。倒不是说我多想结婚，只是现在如狼似虎，不是风华正茂的年纪，有时候也有点馋男人。我喝了几杯红酒，坐上火车的时候还很清醒，但过了一会，突然感觉有点上头。我想，男人都想出幻觉了呀，眼前的这是啥？一长溜穿着军装的小哥哥，个个身高腿长，脊背笔挺，一个比一个的精神。特别是左边第2排的那个，剑眉星目，鼻梁挺拔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强烈的阳刚之气，看得我 DNA 都动了。这么多男人，却没有一个属于我，我很委屈。我站起身，跌跌撞撞地走过去，抱住前面那个一看就是领导的中年大叔的胳膊，哭道：呜呜，领导，国家到底啥时候给我发对象啊？大叔一愣，笑道：小姑娘想找对象，你几岁了？我把自己的职业学历、祖宗8代都交代了一遍。大叔看我的眼神顿时更和蔼了。不错，不错，我这正好有个合适的。陈怀，初恋。然后我就看见那个剑眉星目的男神站起身，走到我面前，啪地行了一个军礼，报告政委。陈怀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个人问题要解决好，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。政委语重心长地嘱咐了几句，然后指了指我，组织上命令你跟他处对象，中不中？陈怀眯着眼睛，上下打量我，走到面前，我才发现他个子比我想的还要高。此刻站在我身前，头下的阴影笼罩着我，压迫感极大。我酒意顿时清醒了几分，有点后悔，这都是啥呀？他肯定感觉我跟个250似的。旁边其他兵哥哥仍旧一动不动地坐在位置上，却纷纷斜着眼看我们，嘴角憋着笑。我更尴尬了，脚趾抓地，干笑一声。那个啥，我开，报告政委，可以。我傻眼，就这么简单？原来我妈没有骗我，国家真的给发对象。车厢里爆发出哄笑声，兵哥哥们在一旁拍手起哄。今天什么日子啊？陈营长出门捡到个女朋友。报告政委，我也想要个女朋友，组织上啥时候给我解决？去，你小子才20岁，你急个毛！在众人的哄笑声中，我脸涨得通红，羞窘地低下头。然后我看见一只漂亮修长的手伸到我面前，指甲修剪得整齐干净，手指很长，骨节匀称，简直是力与美的化身。你好，女朋友，我是陈怀。嗓音清朗，很有磁性，我人都麻了。我傻傻地抬头看了他半晌，反应过来，
手忙脚乱地伸出手回握住他。你好，我是夏晴。我的家乡是一座海滨城市，陈怀他们每年夏天会来这进行为期4个月的海训。我跟陈怀互相留了电话，加了微信，我们一起下了高铁。他潇洒地爬上军卡跟我挥手，下周末我休假1天，到时候我来找你。我站在原地，目送军用卡车离去，路上漫起尘土，陈怀的脸掩在晨雾中，缥缈的好像一场梦。一直回到家里，我整个人还是懵的。我妈见我魂不守舍的样子，在那刺激我。小雅也嫁人了，你们寝室可就剩你一个了，咋？看见人家成双成对，想不开了吧？我摇头，妈，我有对象了。我妈，呵呵，就你，哪来的？我，国家发的。我妈翻个白眼，这天还没黑呢，你哥这做白日梦。我也感觉像做梦，可是掏出手机看了看，微信好友里最上面一栏，赫然静静地躺着一个名字，陈怀。我点开他的头像，翻看他的朋友圈，翻了几页，都是些时政类的新闻，有点无趣。我退了出来，过一会却看见他的朋友圈更新了，我又忙点进去，脱单，有女朋友了。照片里，我一袭白色连衣裙，远远地朝他挥手，视线朦胧，并没有露出全脸，应该是刚刚他在军卡上拍的。我顿时感觉心跳如鼓，脸也红了，情不自禁对着手机傻笑。他是认真的吗？所以刚才的事不是一个梦，也不是一个玩笑。我妈端着水果出来，见我这副样子，嫌弃的呲牙：“咦，这花痴样，不知道又在看哪个男明星。”我不理他，握着手机回到房里，点开跟陈怀的聊天界面，酝酿半天，发了句“在吗”，发出去石沉大海。每隔几分钟看一次，却仍旧毫无回应。接下去的几天，陈怀依旧毫无音讯。我从刚开始的满怀期盼，到后面逐渐气馁，算了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开玩笑的。周末，我跟朋友去大排档吃夜宵，闺蜜王芳扯了扯我的袖子，满脸花痴。那边有个帅哥，好帅哎，夏晴，我帮你去要个联系方式。我转过头一看，那男生穿着简单的白 T 短裤，干净利落的寸头，是挺帅的，好像还有点面熟。我摇摇头，脑子里忽然想起陈怀，算了吧，我没兴趣。哎呀，你这可不行啊，那得单身到啥时候？我可跟你说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。王芳是个社牛，一撸袖子就冲到隔壁桌，一顿口沫横飞，还不时伸手指着我。我尴尬地低着头，不敢朝那个方向看。过一会，那个帅哥站起身，朝我走过来了。夏晴，有点熟悉的嗓音。我抬起头，愣愣地看着他，盯了半晌，才反应过来，你是陈怀。陈怀皱眉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你穿上衣服，我没认出来。话音一落，桌边顿时响起一阵阵抽泣声。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换了套衣服都不像了，越描越黑。我满脸通红，同桌的朋友看着我们暧昧的起哄。陈怀挑了挑眉，只认衣服不认人啊。他伸手拉住我的胳膊，朝旁边静谧的沙滩走过去。那我有必要加深一下你的印象了。海水与灰蒙蒙的天空混成一体，比天的灰更深更纯，浪头以极慢的速度铺展着涌到岸边，不动声色地一直浸润到脚底。我心跳如鼓，兵荒马乱。那个陈怀，我脚都湿透了，你松开我的手，脚心沾了水，还挤进细密的沙子，粘在鞋面上。我的手被握在宽大的手掌中，温暖、燥热，烫得我前言不搭后语。陈怀轻笑一声，收回手。今天打了你1天电话，怎么不接？啊，我手机没电了。我懊恼地一拍脑袋，
今天出门时候电就不够，后面被王芳拉着逛了半天街，就把这事给忘记了。陈怀松口气：那没事，我以为你生气了。之前出海训练1周，手机都上交了，不是故意不回你信息。我顿时更自责了。陈怀职业特殊，好不容易第一次跟我约会，却被我放了鸽子，对不起呀，陈怀。现在都那么晚了，不算太晚。陈怀打断我，嗓音低沉暗哑，盯着我的双眼却是亮晶晶的。他微微俯身，凑到我耳边，呼出的热气吹起我耳边的碎发。不算太晚，想做的事都还来得及做。我脸立刻涨得通红，慌乱地往旁边退了一步，脚底一崴。陈怀伸手搂住我的腰，惊人的热意透过薄薄的短袖布料传来。我和陈怀紧贴在一起，心脏砰砰乱跳，分不清是他的还是我的。我这周负责在这附近看坦克，不用出海，也不用交手机，每一条短信都会回。陈怀用力抱了我一下，然后松开我，顺势牵起我的手：走吧，太晚了，送你回去。我一下没反应过来，你说的想做的事，就这，救命啊妈妈！我怎么一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？果然，陈怀有些讶异地挑了挑眉，修长的凤眼里露出一丝笑意。女朋友不满意，想更进一步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胡说。我撒开陈怀的手往前狂奔，这附近有一排车库，停着许多坦克。陈怀的任务就是负责带人看守这些水陆两用坦克，所以晚上偶尔能出来吃个夜宵，却也不能离开太远。说是送我回去，也只是把我送到朋友旁边，然后看着我坐上朋友的车离开。我依依不舍地朝他挥手，车子开出很远，我还一直盯着陈怀的方向。妈呀，受不了了，恋奸情热呀，你们两个！王芳一边开车，一边八婆地凑过来。刚刚战况很激烈吧？就是时间有点短呢。胡说八道什么呀你？我们就聊了一会天，不可能吧？纯聊天，夏晴，你真是暴殄天物啊！王芳发出一声尖叫，然后一路上滔滔不绝，给我灌了一脑子黄色废料。我伸手捂住耳朵，逃也似的下了车。回到家里，我打开手机充上电，果然手机里跳出一大串陈怀的短信。我美滋滋的一条一条翻看，手机震动，又进来一条：陈怀，夏晴，到家了吗？我，到家了。陈怀，好，早点睡觉，晚安。就这，连表情包都不带一个。我有点失落，可是脑子里又闪过刚才那个拥抱。他的肩膀宽阔，刚刚抱上去时没仔细感受，现在回味一下，只感觉衣服下的肌肉硬邦邦的，浑身都充满了力量感。今晚也不是毫无所获呀。我傻笑着抱住枕头，在床上翻滚。显然，陈怀说的不忙和我理解的不忙是两个概念。我发去的信息总是不能及时得到回复，即便回复了，他话也不多，典型的钢铁直男。我很无奈，有时候一个人偷着生闷气。又一次发微信不回以后，我火了，直接拨打了陈怀的视频，响了几次，电话竟意外地接通了。视频中出现2张陌生的脸，看着年纪很小，18、19岁的模样。哇，女的！瞎说啥？嫂子，嫂子好呀。你们好，请问陈怀在吗？我朝他们打招呼，两人兴奋地一起跟我挥手，然后视频开始转了角度。片刻以后，画面定格，视频中出现了一辆巨大的装甲车，一个男人穿着迷彩长裤、军靴，光着膀子在擦洗履带，高大威猛，坚不可摧。我发誓，我说的是车子，晒成古铜色的肌肤，背部宽展，两侧肌肉隆起，脊骨处微微凹陷，
像弧度完美的山丘，特别是腰部那一段，往里一收，然后臀部不行了，不行了！你们两个臭小子，干点活这么敷衍，看见没有？就这样擦。陈怀朝这边走过来，8块腹肌对上镜头，在看什么？皮痒了还敢看老子的手机？我操！片刻后，陈怀的脸出现在视频中，脸颊微红，神色略有不自然。夏晴，我更不自然，红着脸点头。那个，我刚才发你微信没有回，才打你视频的。我一边说，一边极力向下看，企图透过薄薄的屏幕看清陈怀没穿衣服的身体。看着看着，我下巴不自觉地抬起，嘴巴抿成一条线。腹肌好看吗？好看。话音一落，陈怀清朗的笑声传来，我涨红了脸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下次来，给你看真的。不等我说话，陈怀挂断了视频。我甩开手机，捂住脸，发出土拨鼠尖叫。啊，身材怎么那么完美呀？原谅你不回我微信了。8月16号是开鱼的日子，经历了漫长的3个多月休渔期，我妈一大早就兴奋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。晴晴，跟我去花竹村啊！你表姨嫁在花竹，今天能赶上第一波回来的渔船，咱们去她家吃饭啊！我摇头，我不去，最烦走亲戚了。咦，等等，花竹村那天去吃夜宵的地方就在花竹村隔壁。妈，我去。我跳下床，开始翻箱倒柜的选漂亮的裙子，精心打扮一番。我妈打趣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去会情郎。我就是去会我的情郎啊！我心里美滋滋的，跟着我妈来到花竹村。按村里的习俗，开渔这天家家户户都会宴请亲戚朋友来吃饭。表姨家忙忙碌碌的，看见我们，表姨忙里抽空拉着我妈说话：“哎呀姐，我可吓死了！这几天风也不大，村里的祠堂忽然就塌了，大家都说不是很吉利。这天出海，好多人家犹豫没出去，塌了，有伤到人吗？没。村里找了隔壁的驻军帮忙，在那清扫呢。我眼睛立刻亮了，隔壁的驻军，那不就是陈怀他们吗？我立刻抱起一袋水果。表姨妈，我去慰劳一下驻军。还是小晴懂事，不愧是研究生，把这个也带上，饮料也拿几瓶。我抱着一大袋东西到祠堂，远远的就看见了陈怀的身影。他站在一堆废墟前指挥，沉稳冷静，俊逸的侧脸在阳光下几乎熠熠生辉。旁边有不少小姑娘围着看。陈营长，我走到他身前，笑着举起手里的东西，请你喝饮料。陈怀惊喜地看着我，夏晴，别白费劲了，陈营长不会收，他们纪律严明着呢。村里送了那么多东西都不肯要。一道娇滴滴的嗓音响起，我转头看去，发现是同一个村的林寒山。小时候我经常往表姨家跑，同村里的几个同龄人都玩得好。后来念高中大学，关系才渐渐疏远了。林寒山爸爸是村长，从小家境好，长得也漂亮，向来一副高高在上的公主做派。他走到我们旁边，略带羞涩地看着陈怀。陈营长说了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话音刚落，陈怀已经从我手里接过饮料，拧开了瓶盖。林寒山瞬间瞪大了眼睛，气得跺脚。陈营长，你不公平，为什么要夏晴的不要我的东西？陈怀站在我对面，视线牢牢盯在我脸上，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。他不是百姓，他是我家属。我脸立刻就红了，仰着头看他，心里全是粉红泡泡。这边太阳大，到那里树荫下等我。我乖乖的点头，走到旁边看着陈怀忙碌。祠堂的废墟很快就被清理干净。村长拉着陈怀的手，
热情地邀请他留在这吃饭。陈怀拒绝了。夏晴，我要先带他们回营里，我后天有休假，到时候再来找你。啊，这就要走了，总共才说上2句话，我依依不舍地看着陈怀，脑子一热。我跟你去。陈怀一愣，我不好意思地问道：“我是不是不能去？”可以去。陈怀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真要去。阳光下，他琥珀色的瞳眸闪着亮光，不知为何，让我想起草原上的饿狼。我跟着陈怀坐上了皮卡，其他士兵们纷纷在旁边起哄，欢迎嫂子去我们营里视察工作。嫂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叫方栋，我们俩视频过。一个皮肤黝黑的男孩冲我龇牙咧嘴的笑，很快被其他人扯走。有没有点眼力见？众人一拥而上，爬上车斗。前头宽阔的车厢里，只剩我和陈怀2个人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这后排还能再坐3个人呢。外头太阳那么大。陈怀，让他们进来几个。嫂子没关系，我可以在车底，我可以在车顶，我可以跟着车跑。后面又有起哄声传来，我涨红了脸，飞快地把车窗摇上。到了营地，陈怀带我参观了一圈。营地不大，是部队专门陈列装甲车和坦克的地方。主营地离这还有几十公里。我站在陈怀房里，有些震惊房间的简陋。墙角一张木板床，因为海边潮湿，墙壁到处都有脱落。靠着床头摆了张书桌，墙角一个柜子，所有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，仿佛用尺子量过一样。你就住这呀？我站在书桌旁看着陈怀，有点心疼。陈怀明显看懂了我的眼神，轻笑一声，朝我走过来。妇联以上才能住单间，其他人只能住大通铺，这已经算好了。啊，这还算好，就没有规格更好的房间了。陈怀走到我身前，张开手撑在桌上，把我圈在他臂弯里。有啊，结婚以后可以住2室1厅的标准套间。我被迫靠坐在书桌上，抬头看着陈怀，空间狭小，他的体温带着惊人的热意，周围空气里全是他身上的气息，一股在阳光下晒过的淡淡洗涤剂的清香，燥热、滚烫，令人心悸。我看见陈怀的喉结上下滚动，细长的凤眼盯着我，眸色转暗，想改善我的住房条件。嗓音低沉有磁性，尾音发颤，仿佛带了一把钩子，把我的沉静和理智勾得七零八落。我心脏跳得要失控，不自在地伸手推了陈怀一把。陈怀顺势把我的手压在胸前，低头凑近我，高挺的鼻梁几乎要抵上我的鼻尖。昨天不知道谁的脑袋都快钻进屏幕里了，不是想看腹肌吗？我感觉我脸红的都快爆炸了，恨不得捂住陈怀的嘴巴。你胡说，我才没有想看。陈怀轻笑一声，胸腔颤动，低沉悦耳的笑声波纹一般，在狭小的屋子里荡开。请领导视察工作。他一边说，一边压着我的手，顺势从他的胸口往下滑，一直抵达平坦坚硬的小腹。感受着掌心块状分明的坚硬肌肉，我整个人都麻了。这谁能抵得住啊？姐妹们，我几乎意乱神迷了。看着陈怀近在咫尺的俊脸，直接伸手勾上了他的脖子，分不清是谁先主动。双唇相接的瞬间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我只感觉陈怀体内好像有一座压抑许久的火山，要把我燃成灰烬。光是抱着他，都能感觉他坚硬肌肉下几乎站立的渴求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只是一想到沈河在旁边拿放大镜看着我，我瞬间清醒过来。陈怀把头埋在我颈窝里喘息，嗓音懊恼：“对不起呀，夏晴，有没有吓到你？”没事。我们2个静静的拥抱。
我把头抵在他下巴上，环视着周围简陋的环境，心里忽然涌上一股强烈的冲动。我们俩认识才1个月不到，这是第3次见面，可我却感觉好像结婚也不错。结婚了，陈怀就能住好点了吧？啊，不行啊，冷静一点，你这个该死的恋爱脑！一阵突兀的电话铃声响起，我手忙脚乱地接起电话。晴晴，你在搞什么东西啊？限你10分钟内出现在我面前，不然我打断你的腿！我妈怒气冲冲，我一头雾水，一会才反应过来，我刚才忘记跟表姨说一声了，他们估计都还在等我吃饭。你马上给我回来，听见没有？大嗓门透过手机话筒传出。我尴尬地看着陈怀，你跟阿姨一起来的，是我没考虑周到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陈怀帮我整理了一下裙子，牵起我的手。我们回到花竹村的时候，表姨家已经开席了，院子里摆着5、6张大圆桌，一群中年妇女坐了一桌。表姨正在安慰我妈：“好了啦，姐，晴晴这么主动是好事啊。你不是一直愁她只知道读书，不会找对象吗？好什么好了？你没听寒山说，刚见面，厚着脸皮追在人家陈营长后面跑了，矜持要不要了？个天下有这种事情，花痴一样，真是丢死人了。其他人七嘴八舌的插嘴，这个是怪不得晴晴的。你是没见过陈营长的长相，比电视上的明星都不差的。对呀，林寒山还有脸说晴晴呀？他哪次不是恨不得贴上去？我妈叹气：“哎，寒山家里有条件呢，那么大的公司，我们这一代就没有谁条件比他还好的。那个什么陈营长连他都看不上，还能看上我们家晴晴？眼巴巴地追到人家营地里去，回头给人撵出来，我想想都替他害臊。越说越离谱。”我尴尬的脚趾头抠的，妈！我妈转头看见我，原地一蹦3尺高。好啊，晴晴，你，哎呀，陈营长也来了。陈营长坐，麻烦你亲自把我们家晴晴送回来了。表姨也一脸尴尬的在旁边张罗位置。我妈看了眼陈怀，眼前一亮，然后反应过来，狠狠瞪了我一眼。那个陈营长，对不起呀，还特意麻烦你跑一趟。我妈扭捏地走到陈怀面前，我们家晴晴平常不这样的，她人很好的，还是大学里的辅导员呢，就是隔壁市的厦大。陈营长听过吧？陈怀点点头，当着众人的面牵起我的手，是很好。所有人瞪大眼睛，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们交握在一起的手。妈，刚才忘记介绍了，他是陈怀，我男朋友。我妈张大了嘴巴，男朋友？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陈怀，一年。我立刻打断他，抠了抠他的掌心。要是说1个月，我妈到时候又翻来覆去问个不停，烦得很。接下来的场面就与我无关了。陈怀被我小姨拉着坐下。7大姑8大姨热情地围着他问东问西。陈怀脾气很好，笑意盈盈的，有问必答。爸妈都是部队的，夏是本地人。我妈一双眼睛上上下下打量陈怀，笑得脸都快烂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开车，我妈坐在副驾上，时不时的还会笑出声来。哎呦妈，你能不能别笑了？笑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果然是会咬人的狗不叫啊！夏晴晴，哎呦，你本事怎么那么好啊？我妈笑着伸手捏了把我的脸，我翻个白眼。我妈就是这样，老长别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难道我还配不上陈怀了？你怎么不说他本事好？妈妈不是那个意思啦，我们这边条件好的女孩多，长相好的男孩子都被抢疯了。我妈解释了一路，到家里时我才勉强不生气了。2个人合力把喝得烂醉的爸爸扛到沙发上。我穿着吊带长裙，长发披在肩膀上，太热了。
我把头发撩到脖子后面，我妈立刻眼尖地凑过来：“你脖子上这些红点点是什么？海边的蚊子是真毒啊！”我涨红了脸跑回房间：“妈，我去擦点药。”海边的蚊子，姓陈名怀。我妈热情地邀请陈怀来家里吃饭。我在电话里跟他说，他很痛快地答应了。我爸提前1天就去买了好酒。第2天，我和我妈一大早去菜市场买菜，回家收拾，一直到吃饭时间，陈怀却没有出现。我到房间里拿手机准备给他打电话，才看见3个小时前他发的微信：“夏晴，我要出海训练，归期未定，等我。”我失落地握紧手机：“晴晴，陈怀来了吗？老夏，你去小区门口接一下。”他不来了，他们出海训练去了。看着满桌子的菜，我毫无胃口。我妈反过来安慰我：“他们职业特殊，和军人恋爱，这是必须要承受的。”我也想过2个人肯定是聚少离多的，但没想过这个过程会那么煎熬。陈怀出海是禁止带手机的，我每天数星星，盼月亮，勾着手指头过日子，一天给他发几10条微信，可却一直等不到那个小红点。他的头像永远是灰暗的。王芳又来找我去吃夜宵，往我面前蹲了2瓶啤酒。瞧你那恋爱脑的样子，干啥？没男人活不了了。他根本都不懂，如果陈怀不好，我就可以不用那么想他，可他太好了，那腹肌我才摸了一把，他就消失不见，我真是百爪挠心呐。哟，这不是夏晴吗？隔壁坐了一桌年轻的男男女女，林寒山手里举着酒瓶，跟我打招呼：“夏晴，你可真行啊，陈怀都被你拿下了，你叫他出来吃夜宵，这顿饭我请了。呵呵，你叫他来，这里全场我请了。”林寒山一愣，问我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他们家陈怀出海训练去了。王芳解释完，林寒山顿时幸灾乐祸地看着我：“不就是个男人吗？我再给你介绍一个。”我根本不想理他，可林寒山热情得很，叫服务员把他们桌子拼了过来。这边的大排档都是那种长条形的桌子，林寒山那边6个人加我们4个，10个人坐了一长溜。里面有个男生刚好和王芳认识，喝的就更热闹了。喝到一半，陆陆续续走了几个人，林寒山忽然哭了：“呜，夏晴，凭什么呀你？我哪不比你好？陈怀凭什么看上你？”他化着大浓妆，眼泪流下来冲刷了眼线，像鬼一样。我只能安慰他，他趁机拉住我的手，说要跟我一起去捡海螺，把伤心事说给海螺听，然后丢回大海，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这傻逼，喝醉了还挺浪漫。太晚了，我要回家了。我挣脱他的手，林寒山力气却很大，死死握着我的手腕。还是不是朋友了？你小时候把你妈的项链搞丢了，我偷家里的钱给你补上的，你都忘了？我立刻蔫了。林寒山说的对，他现在虽然不咋的，小时候对我倒挺仗义的。我无力反驳，被他拉着往海边走，其他人陆陆续续跟了上来。这个时候已经凌晨1点了，静谧的沙滩上就剩下我们这几个。林寒山提着裙摆，捡到一个海螺，老天赐我一个比陈怀更帅的男人吧。他把海螺用力丢了出去，然后我听见嘶的一声吸气声，黑色的海水中，一道人影缓缓站起身。我看不清他的长相，可心里忽然涌出一阵巨大的不安。对不起，我朋友不是故意的。林寒山，我们走吧。那人影站着不动。过了一会，第2道、第3道人影从水里钻了出来，他们呈一个半圆形的姿态，缓缓朝我们合围过来。我尖叫一声，拉着林寒山转头就跑，可根本来不及，身后的人追上来，直接扯住了我的头发。
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生在和平年代还会经历这么可怕的事情。我和林寒山被绑架了，绑我们的人是一群偷渡犯，不止偷渡，好像还贩毒。我以前只在电影中看过这种桥段，每到这种危难关头，男主角就会从天而降，顺利解救女主。可惜，我却等不到我的英雄。这附近有一座荒芜的小岛，岛很小，潮汐来的时候会淹没大半，只余下最中间一间破败的屋子，不知道之前是哪个渔民住的，里头乱七八糟，丢着些烟屁股和饮料罐。绑匪拿枪指着我们两个，谁是姓林的，给你爸爸打电话，让他准备好500万现金。原来是冲着林寒山来的。我苦笑，这真的是无妄之灾呀！果然，林寒山的脸色瞬间变了，他嗷的一声尖叫，顶着脑门上的枪站起身，气势汹汹地瞪着绑匪：“500万？你他妈侮辱谁呢？我就值这个钱，这是传出去，我以后还要不要在下市混了？”绑匪面面相觑，其中那个领头的年轻人眯着眼睛打量林寒山：“那你的意思，要多少钱？8000万？少一分你就把我脑袋砍下来！”林寒山骄傲的一抬下巴，把手机拿过来：“我给我爸爸打电话。”绑匪被林寒山震惊了，几个人走到门外去小声商量。托这个大小姐的福，这群绑匪对我们态度好了很多。特别是那个领头的年轻人，还拿了2瓶水给我们喝。大小姐，你知道8000万现金有多重吗？920千克，1800斤，能把这个屋子都装满。你别给我搞事情，待会他们进来，你改成800万，听见没有？年轻人压低了嗓音，厚厚的刘海遮着眼睛，看不清表情，语气却很无奈。林寒山倔强的一抬下巴：“我第一次被绑架，绝不能少于这个数字，少1毛都不行。”2个人说得快吵起来了，事情沿着我越来越看不懂的方向发展。我感觉林寒山的8000万大大打乱了这群绑匪的计划，他们3个人每天都在外头吵架，那个领头年轻人的脸色也越来越黑。终于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在另外2个人沉睡之后，那个年轻人把我和林寒山摇醒了。明天会有其他人过来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你们2个今晚就走。我惊讶地看着他，反应过来，你是不是传说中的卧底？他没说话，只朝外伸手指了指。我们2个小心翼翼地站起身，踮起脚尖走路，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。我已经联系了人来接你们，不过船不能靠太近，会发出响声。你们会游泳吧？往那个方向游上几百米。我们点点头，看着黑夜中一片沉寂的大海。我其实心里怕得要死，却还是鼓足勇气，和林寒山手拉着手朝前走。结果刚走2步，这个大小姐忽然发出一声尖叫：“啊！我脚被什么东西扎了！”说完，惊慌失措地挣开我的手，往回跑。在静谧的夜空中，叫声格外尖利。来不及了，你先走！我被卧底同志推了一把，一个浪头卷来，把我卷进海中。我不敢回头，拼命地往前划水，一边游一边哭，心里委屈得不行，把陈怀骂了1000遍。我也知道我实在没什么原因骂他，可是偶像剧和小说看多了，危难时刻总是盼望着心上人像个盖世英雄从天而降。结果呢，我一个人在这漆黑的大海里，水下仿佛潜藏了无数怪物，随时准备张开血盆大口把我一口吞下。陈怀却什么都不知道，不仅不知道，我还根本联系不上他。等他回来，我的心情早就已经平复了，也失去了倾诉的欲望。往后的相处中，我们2人不知道要面对多少这样的情况。海水冰冷，
寒意顺着我的毛细孔往骨头缝里钻。我从没有一刻如此清醒过。我开始有点后悔，我是不是真能接受这样的恋爱？欢欣雀跃，悲伤痛苦，无人倾诉，也无人相伴。再黑暗再可怕的时刻，都要自己一个人扛。远处忽然涌起了一大片浪花，黑暗中仿佛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向我靠近。那一刻，我心里的恐惧和慌乱达到了顶点。我闭上眼睛痛哭：陈怀，我要跟你分手。一艘快艇劈波斩浪，带着呼啸声停在我身前，船上伸出一只手，握住我的胳膊。夏晴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错愕地睁开眼睛。陈怀脸色铁青，一把将我从水里提起。我跌坐在快艇里，脚踏实地的感觉传来，我心里绷紧的弦忽然松了下来。我抱着膝盖大哭。陈怀叹口气，蹲下来抱住我。吓坏了。我点点头，伸手搂住他的脖子。我都快吓死了。陈怀轻拍我的背，安慰我，断断续续跟我聊天，转移我的注意力。原来他昨天就回来了，却接到了当地警方的通知，说请求部队配合捉拿几个走私逃犯。你爸妈还不知道这件事，王芳没敢告诉他们。你爸心脏不好，你今晚先在外面住一晚，明天收拾收拾再回去，别让父母担心。沉着冷静的口气，仿佛在吩咐下属办事情。我心里更委屈了。回到岸上，陈怀找了一间酒店，带我办理好入住。我洗完澡，穿上浴袍出来，看见陈怀坐在沙发上，板着脸，下颌线绷得紧紧的。夏晴同志，刚才的话什么意思？说说。我走过去，坐到床上，抿着唇不说话。说啥呀？对着陈怀这张脸，谁还能说得出分手2个字？夏晴，军人2个字，是一份荣耀，更是一份责任。陈怀走过来，蹲在我身前，握着我的手，神情是罕见的严肃和庄重。我父母都是军人，从我有记忆开始，我们家就没有一起过过一个年。我爸常说，团圆的日子，我们一家不圆万家圆。万家圆是我的理想，也是我的信仰。军嫂不是谁都能当的，以后许许多多艰难的时刻，我都无法陪在你身边。我希望你能慎重考虑清楚这段关系，等你想清楚了，再联系我。陈怀站起身，走到门口，我脑子乱成一团。他怎么能这样呢？这种时候，不是应该哄我、安慰我？为什么是这么理智的跟我讲道理呀？心里的委屈和愤怒火山一样爆发，我再也忍不住了。陈怀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我刚刚坚持要分手，你是不是就答应了？陈怀的脚步顿住，很久以后，嗯了一声，他的手用力握着门把手，手背上青筋凸起。夏晴，我知道当军嫂有多苦，你刚刚所有的委屈和心情我都能理解，我有点不忍心看你受这样的苦。陈怀深深地呼出一口气，然后打开门，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了。我失魂落魄地站在门口目送他离去，感觉心口好像被挖空了一大块。不是，这就分手了？我有点回不过神。从理智上来说，陈怀说的对，坚持跟他在一起，后面会有很多我完全无法预料到的困难和窘迫。但是从感情上，我一点也不想跟陈怀分手，一点也不。他那么好，那么令人疯狂心动，错过他，我不确定这辈子还能不能再遇上这样一份让人完全沉醉其中的感情。我犹豫着要不要追上去，门外忽然有脚步声响起，我抬起头，看见陈怀一脸尴尬地站在眼前，他伸手指了指茶几，我忘记拿东西了，茶几上搁着他的军官证，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他会把证件放那。陈怀走进去，拿起证件，
我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玄关处。酒店的玄关狭窄，我站在中间。陈怀侧身从我旁边走过，他的衣角擦过我的浴袍，他身上仍旧是那股好闻的味道，好像清新的阳光，能驱散所有的阴霾和黑暗。我忽然伸手扯住了他的皮带，陈怀一愣，转过身看着我，嗓音暗哑：“等会记得把房门锁好。”我点头，一眨不眨地盯着他。陈怀，想好以后给我打电话。陈怀，夏晴，松手。我点头，手却抓着他的皮带不放。陈怀挑眉，头顶的筒灯投下昏黄的橙光，在他硬朗的眉骨上洒下一片阴影。他的喉结艰难地上下滚动。我们四目相对，周围的空气变得黏腻沉重，几乎有电流和火光窜动。陈怀忽然勾了勾唇角，他平常是格外正经的脸，这样邪气一笑，带着说不出的魅惑和勾人。还不放？我也跟着笑了。我踮起脚尖，凑近他的脸。陈怀，军官证是故意落下的吧？我在他下巴上咬了一口。陈怀立刻欺身压过来，把我抵在墙上，灼热的吻带着滚烫的气息，铺天盖地。夏晴，我给过你机会了。陈怀伸手扯开我浴袍的带子，然后是我很想写但审核不允许的3000字：胡天黑地，3天没有拉开过窗帘。第4天，我才反应过来，一副上当受骗的表情。好啊，你休假了。那你之前说回去，你要回哪去？陈怀笑着搂住我的腰，转移话题。这次休了7天假，明天去拜访你父母。我爹妈对我被绑架的事一无所知，热情地招待陈怀。期间，我妈跟我八卦林寒山被绑架的事。直升飞机都出动了，惊动了很多记者，闹得满城风雨，好像是一个卧底的警察立了大功。可真是太危险了，幸亏我们没有那么多钱。那个小陈啊，你们2个都谈了1年多了，你们2个年纪也差不多了，你看什么时候安排个时间，我们2家人见一见。我震惊地抬起头，想阻止我妈。陈怀在桌下拉住我的手。好啊，阿姨。我干笑，不用了吧，好像有点快。快什么快？难道你还想谈10年8年？你现在都28了，你以为自己18吗？我妈又开始滔滔不绝，我只能无奈地闭嘴。我觉得我被陈怀狠狠拿捏了。我从来不是很坚强的人，可分开时候的失落，在相遇时总能被陈怀用激情填满。有时候耍脾气，我也会使小性子，但是再也不敢提分手2个字。因为我知道陈怀心里的敏感，他一直觉得愧对我，我怕他会当真。生日那天，我又一次和陈怀失联8个小时。我回到公寓，一个人坐在空寂的客厅里，看着生日蛋糕发呆。房门处忽然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，我转过头，陈怀抱着礼物站在门口。我惊喜地扑过去抱住他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在外地集训吗？集训结束了，连夜坐高铁回来的。今天某人生日，不来怕他发脾气。陈怀拧了拧我的鼻子，我拍开他的手。哼，我生什么气呀？我可不敢和国家抢人。陈怀宠溺地看着我笑。夏晴，我属于国家，也属于你。他关上房门，把礼物放在桌上。送你的第1份生日礼物。还有第2份吗？陈怀点点头，慢条斯理地解开军绿色的领带，绑住自己的眼睛。这是第2份礼物。他把我抱在怀里，热气呼在我耳垂上，想怎么用都可以。我脸瞬间涨得通红。这个男人真的太会了。2家父母见过面，彼此都很满意。我妈开始不停地催我结婚。可我和陈怀见面的次数，其实2只手都数得出来。我还是觉得太快了。陈怀开始时不时地引诱我，
现在只能休假30天，领证以后可以休2个月，到时候还会有笔家属荣誉金，还有分居补偿费，营里还会给分房子，不是想改善我的居住环境吗？呵呵，就这些。我是那种恋爱脑的人吗？我坐在小马扎上，看着陈怀带着一群兵哥哥从我面前跑步经过，所有人穿着迷彩长裤，上半身却是裸的，1块、2块、3块、4块，好多8块腹肌。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这是天堂吗？如果以后住在营地里，我是不是经常能看见这幅美妙的画面？等跑完步回来，我一脸严肃地跟陈怀点点头。你刚才的提议，我感觉可以考虑一下。呵呵，陈怀抬着下巴冷笑。好看吗？腹肌？4哈，一般般吧，没你的好看。陈怀抿着唇，极力压住上扬的唇角。我改主意了，不着急，你再考虑考虑清楚。我瞪他一眼，不用考虑了，就这样吧。你去打报告，我告诉你呀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陈怀轻笑出声，俯身过来，在我唇上印上一吻。遵命，领导。全书完。番外一封遗书，注：许多士兵执行危险的演习和训练前，会被要求写下遗书。平安归来以后，遗书会撕掉。如果出事，那封遗书会送到收件人手中，这是真实的情况。我在部队的弟弟已经写过非常多次这样的特殊信件，永远感恩军人的付出。夏晴，我纠结了很久，要不要给你写下这封信？我们才见过一面，你对我或许印象浅薄，如果那样就太好了。收到这封信，你可以随意地搁置在一边，希望它不会毁掉你今日份的好心情。如果你像我一样，不巧在心底起了涟漪，这也正是我纠结再三给你写信的原因。我这一辈子没有对谁动过心，直到遇见你。在这之前，我一直以为一见钟情只是见色起意，可见了你，我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。那是一种全然陌生的体验，满心悸动，欢喜又失落。很高兴你选择了这趟列车，很高兴能在这儿遇见你。你的人生旅途还很漫长，我们在短短的一站相遇，希望你能遇见其他的幸福。也许这样说会有点冒昧，夏晴，我这一生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。可对你，我希望有来世，若有来世，我最好是一个普通人，能再次遇见你，拥有漫长而普通的爱情。此致，敬礼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